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，我们总是被社交媒体、聚会和各种活动所包围，我们感到需要一直保持联系，与人交往，并不断地表现自己。但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样做呢？弘一大师曾说，独处是为了不陪他人演戏，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内心，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，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情感，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都会是一场灾难。这就是大师与庸人的分水岭，总能通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，寥寥几句就揭露出人性中诸多的劣根性。这些话语听上去似乎有些悲观，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禅意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太过关注外界的声音和评价，却忽略了内心的声音和需要。我们把自己困在了表面的交往和社交中，却忽略了内在的修养和提升。在佛经中就记录着一段佛陀对独处的开示。富西底在祇园精舍留意到一个名叫长老的比丘，他永远都是独行的，又不和别人谈话。虽然长老尊者没有骚扰别人或违反戒律，但富西底总觉得他不是真正与僧众和合共处。一次，富西底想与他谈话，但他却全没反应地走开。其他的比丘都称他为独行侠。富西底常听到佛陀鼓励比丘要避免闲谈，多做禅修和锻炼自足。但富西底感觉到长老尊者的自足生活似不合乎佛陀所说的原意，困惑不解。富西底决定找佛陀替他释疑。第二天开示的时候，佛陀请长老尊者出来。佛陀问他，你是否喜欢独处，做任何事都不靠别人，以免和其他的比丘有所接触？他答道，是，世尊，那是对的。你曾嘱咐我们要尽量自足和独自修行。佛陀转过身来，对僧众说道，比丘，我会在阐释自足的意思和较适当的独处方法。一个自足的人生活在专念之中，他察觉到每一刻在发生的一切，无论在身体上、感受上、心上和心物上，他懂得如何在当下的一刻体察事物。他并不追逐过去，也不迷失于未来，因为过去的已不可再，而未来的也真的未到来。生命只存在于当下的一刻，我们失去此刻，就是失去了生命。生活于当下的一刻，才是更好的独处方法。比丘们，什么是追逐过去呢？追逐过去就是把自己陷于一些已经过去的念头之中，诸如你从前的样貌如何，感受如何，所居的地位或曾经历过的苦与乐等。这些念头都会使你纠缠于过去。比丘们，什么是迷失于未来呢？就是把自己迷失于对未来所升起的念头。这些念头包括对未来的憧憬、希望、恐惧和担忧。你会猜想自己将来的外貌、感受、喜乐与苦恼。这些念头只会令你为未来而困扰。比丘们，快回到此刻，以能直接与生命接触和洞视生命。没有与生命直接接触，是不可能彻视生命的。专念的生活可以带你回到现在此刻，但如果你被目前的事物引起了欲望、渴求和焦虑，那你又会失去专注，因而不能活在当下了。比丘们，一个真正懂得独处的人，就是他在人群之中，也必定是活在当下一刻的。如果一个人在森林里深居独处而不专注于当下这刻，反而徘徊在过去未来，他便不是真正独处了。佛陀又用一首寄语总结他所说的，不要追逐过去，不要迷失于未来，过去的不在，未来的未来，彻视生命的当下，此时此处，行此道者，阿门自主。我们必须今天精进，明天已太迟，死亡随时将至，哪有商讨之宜？智者称赞那些日与夜专注生活的人为更殊胜之独处者。说过寄语后，佛陀向长老道谢，并请他再就坐。佛陀没有嘉许或批评长老，但长老比丘很明显地对佛陀自足和独处的意思已更为了解。当晚法会中，富西底听闻众大弟子们对佛陀早上的开示非常重视。阿难陀尊者重复佛陀每字每句的开示，包括寄语在内。
富西底一向惊叹阿难陀的记忆，就是佛陀每字的语气，阿难陀也记得清清楚楚。阿难陀复述完毕，摩诃迦遮罗站起来说道：我提议把佛陀今早的开示录成经典，我更想建议将它命名为独处殊胜法经，每个比丘都应熟读此经，并把它实践修行。独处是禅修的重要方式之一，在安静的环境中，我们可以深入自己的内心，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。只有当我们摆脱外界的干扰和扰动时，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找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。而在社交中，我们往往只能表现一个外在的形象，而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内心。我们需要独处，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。不争是生活中的一种态度，我们常常为了名利和地位而争斗，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要和价值。我们需要学会放下争斗和攀比，不要盲目追求外在的荣誉和地位。我们需要学会接纳自己和他人，从而放过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安。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，而这些人和事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和痛苦。我们需要学会远离这些人和事，以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学会宽容和原谅，从而释放自己的心灵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冷酷，但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。我们需要学会保持适度的距离，既不过于亲近，也不过于疏远。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平等、尊重和理解的态度，从而建立健康和平衡的人际关系。最后，我们再来听一段关于独处修行的故事。有一个叫上座的和尚，他不知道在哪里听说独处是一种修行，修行好了就能达到成佛的境界。于是他就时常赞美孤独的生活，赞美独处的好处，然后到处去宣传他的修行方法。但是这个和尚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其他和尚的赞扬，因为他所谓的独行只是一种外在的修行，是修给别人看的，没有修到自己的心里，自己是漂浮于修行之外的。其他和尚看到上座这样的修行，就把他修行的事情告诉了禅师，于是禅师让上座来见自己。上座来到禅师的面前，佛陀问他：大家都说你喜欢独处，并且听到你赞美独处，是这样吗？上座高兴地说：是的，禅师，的确如此。禅师又问：你是如何独处的？你知道独处的含义吗？上座抬了抬头，笑着回答说：我一个人到村里去乞讨，一个人离开村庄，一个人回到住的地方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修行。我认为的独处就是一个人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时间久了就可以成佛了。禅师说：你的生活的确是孤独的生活，我不否认你的孤独生活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真正的孤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。接着禅师继续对他说：如果要修行，想要达到成佛的境界，就必须放下过去，放下未来，深入观察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一心一意地去对待身边的事情，但不要执着于它，不要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考虑事情，这是独处的最佳方法。禅师说，独处的方法就是安住当下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怀有正念，能够安定地处于当下，那么纵使他是一个人在森林里，也不是孤独的。此时的他不会去后悔和遗憾过去，不会去担忧未来，把一切看在心里，做到真正的淡定，就能达到真正的修行了。佛教有语说：皆客如独处，独处有佛祖。意思是说，清静的独处容易使大智慧展现眼前，杂乱中安定才是真正的安定。人生在世，不管是喧嚣的热闹，还是怀才不遇的寂寞，都是人生必经的历程。只有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慨，才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希冀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只有自己经历了，才能品味各种酸甜，体会人生的沧海桑田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动动手指，转发也是一种行善。一个善良故事，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，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